讲发电，我们讲过说几个指标，第一个有效率好不好？因为有效率直接影响到成本嘛，直接影响到你的以后需要烧多少东西才能排放多少东西嘛。效能是第一个。好，如果效能都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当然是说考虑它的操作成本跟什么排放物、污染的排放物，这几个是我们要做的。好，那我们就讲说效能是第一个，提高效能，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那我们讲过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跟我们讲说，有没有可能100%的有效？不太可能嘛？为什么？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它用定律嘛，漏嘛，漏就跟你讲说，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就是说，因为呢，你要有一端给它做一个什么，给它做一个恒温的热端跟恒温的冷端啊，所以说既然是这样，除非是你的排放的，你的恒温的冷端可以到达什么绝对0度嘛。那问题是我们做不到绝对0度的恒温的冷端处嘛，所以基本上它就存在某种能量嘛。那一旦是它存在它的温度不是绝对0度的话，就有一定的热能是被排放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只能讲说，我们的冷端越冷越好嘛，对不对？好，那这个里面也是可以用很简单的公式，这是卡诺循环嘛。卡诺循环是我们讲说是怎么样效率最好的循环的嘛。卡诺循环有没有可能做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你想想看，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卡诺循环里面怎么样？你要让它恒温的什么 expand， 恒温的 expand， 在那个什么，在给它热，都要希望它恒温，这就蛮难的嘞。一定什么？我们给它热，基本上它温度应该就是它到最后到达一个平衡状态了，那需要时间呐。我们常讲说，在自然界里面，不是东西多就好啊，你要有办法反映到平衡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功率跟能，比如说你这个车子，你希望是马力大，还是希望是排气量大？你希望马力大还是那个排气量？当然，一般排气量大，马力都比较大了。但是我不要这样，我这样讲好了。你希望你有很多存款，很多存款就一定好吗？我要看看你还可以就是说我有没有限制你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我给你1亿元，但是我一年之准你领10万，你根本花不完嘛，你死掉了，然后钱就充公了嘛。所以你名义上你有1亿元，但是我一年只准你花10万，你有2000万，好，然后我一年可以准你花100万，当然你这样20年就花完了，但是你会选择哪个？这个好像又太极端了哈，这个对我的意思是讲说哈，基本上你不是只有考虑那个量啊，你要考虑到说它的反应时间呐，所以说基本上你要够快，它到平衡啊，这个时候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率。但是在这反应时间总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常讲说微奈米的世界跟我们巨观的世界会长得不一样？为什么现在那个吕明珍老师他说都是做什么微奈米尺度？到底微奈米尺度跟我们巨观尺度有什么现象上不一样？在微奈米尺度里面，很多东西都变成什么样不平衡的，因为它太小了，所以说还没平衡，事情就结束了。在巨观的尺度里面，因为它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大，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怎么样？中间那些不平衡状态，我们就直接讲后面的平衡状态。我们都知道说不平衡就是 unsteady 的时候都是最难的，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如果说一个铁，我们讲说给它多少那个热，然后看它怎么样，看它怎么穿。如果铁的话，搞不好你只要时间一长的话，我们讲说大概可以算一下吧。但是如果是在微奈米尺度里面，搞不好热传的速度跟你的速度又有一种比较值，我这样讲的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说，基本上在微奈米的尺度里面，事情还没有发生完全，时间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都还没有热身完，比赛就结束了。在巨观的尺度里面，热身根本不管你，对不对？就好像是跑100公尺，就这样讲比例，跑100公尺跟跑1000公尺啊。100公尺是什么？我都还在加速，
对不对？然后加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那个你的加速度就很重要。但是保健公尺前面的就不用管它，因为前面1000公尺太短，就马拉松前面是说我比较慢热型的选手，比较慢热型的选手，你可以用在马拉松里面拿来当借口吗？不可能，马拉松可以足够的时间让你热，让你把你整个改变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那个。这种卡洛循环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不太可能产生的，这个我就不讲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卡洛循环只要修过热力一就知道了，我们就不讲。不过呢，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嘛，有没有？有效率，这是什么样？它的有效率等于多少？等于我们说两个就是说两个恒温的装置 ，TC 就是什么？低温装置，一般就是我们排放的地方，这就是什么高温的那个 TH 是什么高温的地方，就是我们给它热的地方。这两个的温度差越大的话，我们的什么样效率就越大，所以才会讲说你的什么温度越高，这个热的品质是什么越好的嘛？温度越低的话，热的品质就比较差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也跟那个什么跟王启华老师在这边讲，有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的同仁过来，然后他们在做那种太阳能聚光型的太阳能发电就是说现在的太阳能太阳能发电板的有效率，不过一般的多晶的不过是大概是市售大概是18、19嘛，如果是单晶的是20几嘛，但是呢，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奇怪的结构，然后多层的，然后聚光这样子可以把它那个太阳能的那个有效率可以高一点，可以到30几嘛。30几到40几，但是这个时候产生很大高热嘛，所以高热的话，你要把热带走，热带走，它希望带走的热又可以来利用嘛，因为这个时候用太阳能电板的下面的温度可能得到70、80度这样。聚光不是把透过把太阳能集中在一点，然后那是热能，但是现在也有聚光型的那种用太阳的那个晶片都有。就是说，反正它只是把效果提高。你讲的是一种太阳热能，是聚光的，然后加热，那是一种太阳热能。对，现在也是一种太阳能光电板，希望，因为它希望可以收到不同光谱的这个光因为太阳光电板，它可以收到光谱是某些特定的光谱，它希望可以它收到光谱的它 expand， 所以它的晶片的设计就不一样对，所以说基本上那个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不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外面看到太阳能，它是一个比较，所以它的那个效率可以到达30%几，也不算，就是用微积电制成，做了好多层，那好多层不同的材料吸收不同的光。现在的你如果一般的我们的太阳能就是那一层，我们的吸收某种特定的光谱，但是它做了好几层，所以不同的光谱的光会不会不同的收集起来这样子不过副作用就是说它很热，所以太阳能那个时候太阳能光电板很容易坏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热带走。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块是虽然说太阳能光电发电的时候热还是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地方散热，还把 LED 也是一样要散热这样子。这个以后我们会在太阳能的地方会再讲多一点。不过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太阳能热能，那也是一样，那也是一种那个东西就越热越好了啦，就不管什么太热不热，那个越热越好这样子，而且那个热都要到达大概200度、300度以上，希望可以到达很热这样子。OK， 然后呢，他们就希望说，这个飞热来发电，刚好跟王老师，因为王老师是专家，跟他讨论一下，刚好是非常的尴尬，因为他们的带走的热大概是70度，他说70度的那个热用来洗澡太热，用来发电他说如果80、90度的话，就用来发电还 OK， 而且70度就很尴尬，所以他后来讨论一下就说，好吧，他们那个热就看看用来做其他的，就没有办法用来发电，洗澡就太热这样。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温度要恰到好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你的热的能量热的品质是更好的。OK， 不过那个同学讲的就是这边就是太阳能确实是有两个范围嘛，一个是热能，一个是直接用那个光伏特效应，对不对？这是以后我们会讲的。OK， 好，那这个是卡洛循环，我们讲的。好，所以卡洛循环它只是用来跟大家讲的一个理想性循环，跟你讲说最高只能多少，对不对？他跟你讲，但是真正我们讲说发电，上次讲过了2种循环，一种叫什么？叫 Rankine cycle， 对不对？一个叫什么？叫 Brayton cycle， 这2种嘛。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火力发电厂就是利用这2种方式嘛。它的这边都是用一些叙述，就是说
最简单的 Rankine cycle 单循环，就烧嘛，对不对？烧你就是这样子，燃料进去，然后这边烧完之后，那些那个残渣从这个地方收集，那这残渣一般来讲，基本上都还是有一些可以再利用的。然后这个时候产生的蒸汽跟经过热交换器，然后把它怎么样？把那个涡轮把这个水变成蒸汽，然后经过那个蒸汽涡轮机就发电，就产生这样子嘛。那怎么发电的？这个发电原理就不用再讲了，发电原理大家都会吧哈。你只要东西只要会动啊，然后你外面有磁场，你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让你的磁场，这个物理应该有学过的哈。你只要让你的磁场是什么不稳定的。法拉第定律就跟我们讲说，只要磁场是不稳定，就会发电嘛。所以你的设计就很好设计啦。你可以怎么样？直接那个什么涡轮机就接什么？接那个什么？接磁铁嘛。啊，外面线圈嘛。啊，涡轮机在转，磁铁就在转嘛。有磁铁就在转嘛。啊，外面的线圈就感应到什么？感应到这个磁场在变嘛。然后就外面线圈就怎么样？就有电嘛。啊，或者是说一般不是这么做，一般是什么？磁铁固定嘛。啊，我的发电机尾端是接什么？线圈嘛。啊，这个时候，一般是接线圈还是接磁铁？一般是接磁铁，发电机接磁铁这样 ，OK。OK， 好 ，OK。那但是你这个是马达，我们现在是讲发电机，发电机是马达的逆啊，还是一样是吧 ？OK， 好，反正就是说原理上面都是可以的，反正你只要有相对运动就好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子把热能变成相对运动的动能啊？只要是这个动能上面的话，上面有感应到有一方面的是磁的话，那就会发电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涡轮机嘛。那早期的话，因为就是涡轮机那个是一个比较高深的技术，早期都是用蒸汽涡轮机，所以说我们都是用什么？用单循环的而已。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工作流体是水。保证我的流体本身基本上还有用水用那个流体当我们的工作流体的话，基本上效益也比较好吧。热力学里面有学过吧？对，基本上是说早期的话，我们都是单纯用蒸馏水当那个什么当那个一些我们的那个工作流体这样子嘛。好，那上次也讲过说，基本上所有可以产生热的都可以用在这个发电装置里面，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不要把其他的东西想得太难。不过就是说，基本上任何东西可以发电的，只要产生热能的都可以发电。刚才讲过了，你如果还记得刚才那个影片，到那个海底下面温度剩几度？5度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表面那个说什么都把什么。都有时候都把什么？如果夏天的话就10几度啊，所以基本上温差，你知道为什么说海洋温差？只要温差够大，我也可以发电啊。当然这个时候的话，你要让它我们讲过，你要把它变成蒸汽的过程，你就要什么？让它低压嘛，低压这样子才会比较容易那个。好，所以我们就讲说，基本上它整个那个什么，整个发电装置里面。发电做工，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比如说你要给它泵浦，还是要电。不过这个泵浦那个产生需要的功不多了，所以我们常讲热力学里面讲说，这个 thermal efficiency 也就是这么定义的，就是我给它多少热量，然后到最后多少从特板输出多少功啊。本来应该还要减掉泵浦的那个泵浦需要的功，但是泵浦的需要功都很少，所以我们都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数字就大概3%，如果是这种单循环，大概是30、31、32这样子。好，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就是大家看一下就好。那如果是负循环，我们也讲过说，基本上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负循环装置，就直接如果说你烧的东西是那个什么天然气比较干净的，直接出来那个热可以给那个蒸汽蒸发之后，还有蛮多高温高压的废气，要不然就是 CO2 嘛，跟一起脱嘛，因为你燃烧之后是 CO2 一起脱，你如果够干净，你就直接可以推用气涡轮机，这就是 combined cycle 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讲说，他这边讲说，大部分的火力发电组都是以燃煤为主嘛，因为燃煤比较便宜啊，然后但是煤又不是很干净，所以大部分都是单循环的啊，然后基本上以燃天然气的负循环为辅嘛，所以基本上还有一些气涡轮机，基本上就很快，直接你就柴油发电机，就像我们那个大厦里面那种柴油发电机很快啊，一旦停电，马上我们柴油发电机就马上就动了嘛。
那个是当什么？当那个什么？当一些尖端负债的供应需求，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讲说，大部分都是燃煤，都是什么燃煤跟燃油的那个汽涡轮机为主，然后以燃天然气的那个什么负循环为那个，所以虽然说负循环好像看起来不怎么难，但是对材料的挑剔性还是蛮大的，不是说每个都可以变成负循环。这上次讲过了，我们就不用讲了，然后就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什么样，核能这个是装置容量啊，装置容量不代表是真正发电容量啊，是说如果火力全开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火力全开，尤其这种再生能源，大部分你就看到风机都停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你去看风机啊，10次里面也大概会看到，最起码6次风机是不动的，或是说10只风机里面只有3只在动嘛，对不对？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时间的调整嘛，因为有时候需要火力全开，有时候不需要啊，这样啊，这个我们就不用看，这上次讲过了。好，所以这边我们大家看一下哈，基本上那个什么那个台电啊，基本上你大概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机载就是这个水力跟核能跟那个什么这种燃煤跟燃油的都是火力全开的。而且这种东西，因为一旦停机要再开就比较需要时间，所以这都是什么火力全开的，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机载电力。中载的话，柴油机组是就跟我们大象都是很快的，它有 response time， 还有燃气。尖载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燃气的。然后呢，我们的风力发电跟太阳光电也是用来做尖载电力，为什么？因为它也很快，有风，如果有风就有电了。好，有那个风机有风吹过来，我马上转，马上就带动发电机就有电啊。那太阳能也是一样，一旦光照过来，这基本上这边他们都是只能当尖载电力，而且他们当尖载电力的倍数，安全倍数大概是乘以3啊。也就是说，你如果需要1瓦的尖载电力的话，你大概要3瓦的风力发电的装置才比较安全的，因为你不保证。我那时候要1瓦，结果我风力发电就有办法给我1瓦，所以大概乘一个3了。这个倍数，这个是以前看过的数字，当然是可能会因为一些环境不一样就会改变，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它必须要更高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火力发电，核能也是一个广义的火力发电对不对？它还是产生热啊，它还是一个广义的火力发电厂。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在发电这个地方，是蛮重要的啦，我觉得。好，基本上虽然北部的发电厂蛮多，但是北部是台湾用电的重镇，所以现在北部是缺电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什么中部的电要往北送嘛。那大的发电厂都在中部啊，比如说龙井那边啊，通霄跟台中发电厂啊，那是全世界，好像台中发电厂是全世界排碳量最大的发电厂这样子。那北部的发电厂有几个就是要重新改建，所以说 OK 哈，所以这台湾也我们也。跟那个什么，跟民营发电厂买了很多啊，不管是民营的发电厂，或是气电共生厂。好，那这个核废料怎么处理？不知道。现在大部分的高阶核废料都还在什么地方？核能发电厂里面啊，那根本不会拿出来的，那根本不能拿出来，那都要浸在那个到最后等到过了很久之后，顶多那种中阶的就把它变成，那是高阶就是核燃料棒直接都放在里面嘛。比较中阶的就是把它弄成水泥嘛，大家有看到有那种一块水泥块，就全部把它封在里面，现在还是放在那附近嘛。只有那些低阶的包括一些医疗用品就弄到兰屿去嘛，那是都是比较低阶的。所以这个钱很低，所以大家都攻击这个钱不怎么对。当然，以台电的算法是他们算出来的，如果以后核四出来，会不会是这个钱？不是啊。核四这个钱出来的话，大概是1.4还是1块多，就比我们现在1块多将近2块，就比我们的电价平均电价少一点，但是绝对是这个的2倍。因为核四第一个用的机组比较贵，因为通货膨胀嘛；第二个它要摊提很多成本，所以如果核四就不是这个钱了哈，这只是说核123厂是这个钱。不过呢，我们就看相对数字就好了啦，不要看绝对数字，看相对的速度，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说现在还是这个什么那种燃煤的，这是最便宜的，然后一直往上，对不对？然后民营的电厂一直往上，民营的电厂的燃煤还是那么多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要选择，你愿意多花一点钱，然后去享受比较便宜的能源，还是怎么样子？好，再看一下，好，这个是跟大家看一下说大概是99年的时候，你看我们用那么多电呢，你知道吗？这个是单位是亿的话，那这个是2073.8，就是超过2000度的电啊。